我感到一个城市啊，它的永恒的是生命的，它就是文化。这个城市有文化的城市才是个永恒的城市。如果你认同前面所说的这个观点，那么最能代表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之一，莫过于老北京的胡同文化了。而今天要带大家看的，便是现如今我认为北京最好的胡同文化展示——和平药局。和平药局很好找，就在北京王府井大街的百货大楼地下2层。这应该是一个策展，完美还原了老北京的胡同文化。现在就带你去看看。整个策展占地很大，我并没有完全拍完，就挑几个我个人比较有感触的场景，跟大家简单聊一聊。进入百货大楼1层，向右拐就会看到和平药局的路标，然后下到 B1就会看到和平药局的大门，再乘坐电梯下到 B2，就是这次的目的地了。一进来就会被满墙的缝纫机和旧电视把你拉回到90年代。整个策展非常注重细节，我个人被好几个场景所打动，在这里大概逛了2个多小时。下面就跟着我一起转转吧。进来之后右转，映入眼帘的便是曾经熟悉的成龙代言的小霸王学习机的广告招牌。没错，就是那个打着学习的幌子，实际上却是游戏机的产品。这是小时候大家梦寐以求的产品，谁都想要。往前走便会看到一个录像厅，今日放映的片单上还写着《庐山恋》《少林寺》《龙争虎斗》等著名的老电影，而且少林寺后边还有备注另有佳片，这也反映了当时李连杰主演的《少林寺》这个电影有多火爆。进入录像厅以后，真的是有一台电视和录像机在放映少林寺的电影，虽然电视是黑白的，但播放的确实是真的，而且墙上也贴满了电影的海报，这个录像厅的还原就特别真实。除此之外，录像厅的外墙上也贴满了老电影的海报，比如当时香港的电影《僵尸先生》等等。录像厅旁边呢有一个寺庙，这个也是老北京的一个特色。在民国时期有一次政府呢出面对北京进行过3次寺庙的调查。192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，新增加了300多座寺庙，而这些寺庙呢都建在了胡同里，所以你也别觉得奇怪，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。我知道你肯定好奇为什么现在的胡同寺庙少了，因为我们经历各种活动之后把这些寺庙都改成了学校或者住宅了。从寺庙出来是一个佛教周边产品的摊位，有一些手串之类的可以看一看。再往前供奉了一个小的菩萨，不知道是谁，但是看背景簿上的文字像是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喜好。再往前走就是饮食摊位和火车的地方了。在火车的尾部呢有一个旧书摊，摆着各种小人书和连环画。最有意思的是书摊上各种八卦和故事书，这种书是没有书号的，也就是说当时并不是正式出版的，是一些私人印刷的。常见的还有一些狐妖猫妖的故事书等等。最后是一些电影的海报，非常的怀旧，比如成龙的 A 计划啦、我是谁周润发的上海滩英雄本色以及李连杰的鼠胆龙威等等。如果再加上李连杰的黄飞鸿系列的海报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火车头旁边还有一个北京板爷的摊位，不知道现在北京城是否还有做这行的9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，当时吸引了很多老外来中国旅游，他们最热衷的一个旅游项目就是坐着板爷拉的车在胡同里转悠。现在我去胡同里溜达，几乎看不到板爷了，还有这种老自行车，有的还是进口的。从板爷摊位的左手边过去是一个狭窄的胡同，仅仅是2个转弯我个人认为这个场景完美还原了什么叫做胡同。比如这个电线杆上贴着的小广告，其实不止北京，很多小城市的巷子里也有这种广告，然后有人会撕掉这些广告，但是呢这些骗人的垃圾广告呢还会再贴，就形成了大家看到的这种场景。甚至后面的那个拆子，90年代已经开始搞城市化建设了嘛，商品房的改革也开始了，所以城市里很多地方都会拆掉，翻盖成公寓楼。那这个拆子呢就很应景，甚至在这个昏暗的路灯下，几乎跟以前的胡同里一模一样。还有这个骂偷煤的牌子，当时煤还是稀缺资源，因为煤要用来建设4个现代化嘛，煤还是挺贵的，也比较稀缺。每家每户的煤呢也都是有数的，有的人家煤被偷了就会挨冻，所以会出现这种骂人比较狠的牌子，就是一种警示。整个展览中最有意思也最好玩的便是这个茅房的牌子了。首先这个牌子指示的地方真的是有一个厕所，其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地下2层导致这里的空气流通不是很好，所以你一到这个茅房的指示牌这里就会闻到一股来自厕所的臭味，跟这个指示牌真的是非常的贴切，然后也非常的搞笑。走在这个胡同里就是感觉完美还原了老北京的胡同文化。
我觉得这就是来北京旅游的人们想要看到的东西。它不是高楼大厦，也不是购物中心，也不是奢侈品品牌。说不好听一点，现在全球大的都市，哪个城市会缺这种摩天大楼，缺奢侈品品牌，缺潮牌啊？我觉得游客之所以被一个城市吸引，那绝对是因为这个城市独特的文化，这个城市居民因环境而造就的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生活方式和痕迹，它就是文化。看看这是什么？小时候我爷爷经常带这个去赶集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呢，就给我买好多好吃的，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啊，小时候的记忆就一下就涌现出来了。它这个策展细节做的有多棒呢？我拿这个信箱举例啊，首先这个信箱是用木头做的，然后信箱的右边看到了吗？当时确实是这样的，有这种垃圾广告。然后再看信箱正面的右下角啊，还贴着招聘广告。我相信出生于80、90年代的朋友，如果小时候也生活在这样的巷子里，应该对这个很熟悉吧？这个真的是有年代感啊！什么叫做老军医啊？我就印象中特别深啊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就是旁边是有一个胡同，那这个胡同玩电线杆子，经常贴的都是这种广告。当时我们和同学之间就经常拿这个来开玩笑，没想到在北京这次还能见到这些。哦，真是太有回忆了。小时候生活，就是小时候在平房里生活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是啥吧？就是一个是塑料布啊，另外一个就是烟筒。上面才是最有北京特色的，就是鸽子笼，还做2只假模假样的鸽子。我靠！我要被这个展览的细节给折磨疯了。我靠，简直就是细节狂魔啊！每一个道具都有它的用处，我太佩服这个团队了。这个团队还是要么就是北京本土的团队吧，对这些生活细节的把握还是非常到位的。说实话，现在你在北京的胡同里边都很难见到这些了，但是你在这儿却可以完美的感受到以前的胡同的生活是怎样的，你可以想象得到。北京工人体育馆，不见不散。看看这是谁？我们都看不见。所以说放这水晶有便宜点吗？水晶便宜，这一块是特价，后边都是3000、5000、7、8000、1万多的。这样你这我这天了有点贵了。水晶特价呢，除非这一点是要700多的，这种700多。其他的场景呢也有很多胡同文化的展示，比如大门的牌匾、门口的狮子、台阶、灯笼，甚至胡同里的小卖部等等，还原的都非常的到位，我就不多细说了，还是推荐大家去看看。顺便也聊一聊为什么说这个策展是我认为最好的胡同文化呢？最关键的因素啊是时间在这里定格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北京的2环有很多胡同，而且还有很多人在此居住生活，这里才是老北京真正的胡同文化所在地。但是时间是会流动的，当你现在再走进胡同里，会发现多了很多现代的印记，比如胡同的墙上会装有一些空调的外机，有的胡同里呢还停了很多的汽车、电动车等等。2环的胡同啊，并不是景点，而是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所在地，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胡同里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，原先的胡同文化也就慢慢的淡去了。而且当游客真的去这些胡同里溜达的时候，并不能真的去这些胡同的院子里参观，这样做肯定就侵犯了别人的隐私嘛，不礼貌。毕竟这里是生活区，不是景区。而这个策展呢，就把时间定格在了胡同文化的某个时间点上，让大家来参观、了解和怀念当时的胡同文化是怎样的，当时的人们的生活是怎样的。我们肯定无法再返回到北京90年代的胡同里了，但是在这个策展里，我们可以做到。
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这是临时起意拍摄的一个关于老北京胡同文化的视频。目前这个策展已经展示了4年之久，短时间内也没有看到关闭的通知。所以如果你来北京旅游，那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展览。